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走进一家餐厅，本来想好了今天就要吃那块7分熟、带着漂亮烤痕的肋眼牛排，你信心满满的坐下，打开菜单，旁边的图片那只烤得油亮的脆皮鸡腿，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吧！就在这时，服务生端着别桌的菜从你身边走过，你闻到他托盘上传来的那股浓郁的、带着奶香的鱼汤味，一瞬间，你的大脑当机了。牛排的口感、鸡腿的酥脆、鱼汤的鲜美，3种画面、3种味觉在你脑子里疯狂打架。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你还在纠结。朋友都点完了，催你好几次了。最后你烦躁的一挥手，说随便跟他一样就好。结果整顿饭你都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当时点了牛排，会不会更好？这听起来很可笑，对吧？但在心理学上，这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决策疲劳。在一件小事上，比如点餐，它顶多就是让你那顿饭没吃好。但如果这个让你脑袋当机、耗尽心力的选择是关于戒烟呢？如果这个决定一做就是好几年，甚至10几年呢？我跟你说实话，对大多数想戒烟的人，尤其是有点年纪、生活有点压力的成熟男人来说，戒烟最难的，从来不是生理上的戒断反应，不是别人递烟时的社交压力，甚至不是烟瘾突然发作时的那种渴望。最折磨人的是那种无法做出一个单纯决定的无力感，一个本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决定，却花了我们数天、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在脑子里反复拉扯、自我辩论、不断内耗。而这就是今天我要跟你聊的那个真正偷走你人生的沉默杀手，由抽烟引发的慢性的毁灭性的决策疲劳。你的脑中是否也曾日复一日地上演这些内心戏？早上醒来，闻着身上的烟味，你对自己说：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结果到了下午，开完一个烦人的会，你又想：压力太大了，就这一根，明天再说。你跟朋友宣告你要戒烟了，然后又对自己说：我只在周末抽，这样不算破戒吧？你把浓的烟换成淡的，告诉自己：我这是在慢慢减量，这是科学的方法。等我忙完这个专案就戒，等我过了这个生日就戒，等孩子考完试就戒。这场戏我演了整整15年。我叫志明，是一个设计师，也是一个烟龄比很多年轻人年纪都长的老烟枪。直到一次健康检查的报告，用一排触目惊心的红字，把我从这场永无止境的内耗中狠狠敲醒。在那之前，我跟你一样，觉得抽烟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花钱，不健康。但我后来才明白，它最恶毒的影响是它悄悄的、持续的偷走了我最宝贵的东西——我的心智能量，我的精神频宽。我来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你可以把你的大脑想象成一台顶配的电脑 ，CPU 超强，记忆体超大。你每天要用它来处理各种程式，你的工作专案 work project 点 doc， 你陪伴家人的时间 family time 点 mp4， 你规划未来的蓝图 future plan 点 ppt。但因为抽烟，你的电脑被强制安装了一个流氓软体，叫做到底要不要戒点 exe。这个程式你关不掉也删不除，它在背景疯狂运转，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断地在你的大脑里进行着抽与不抽的运算。这个过程占用了你大脑90%以上的 CPU 资源。于是你发现你的生活开始卡顿了。打开工作邮件，明明是很简单的回复，你却盯着荧幕10分钟，一个字都打不出来。不是你变笨了，是你的 CPU 被那个流氓软体占着，没空处理这个小任务。孩子拿着学校的通知单跟你说话，你听着却一个字都没进到脑子里，嘴上啊地应付，脑子里还在想：我今天抽了几根了？是不是超量了？明天是不是真的该停了？最可怕的是，当你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你以为你终于可以关机休息了。但你发现你根本无法真正放松，因为那个到底要不要戒点 exe 还在你的潜意识里疯狂运转，消耗你的电力。你觉得累，觉得被掏空，你以为是工作太辛苦，是生活压力太大。你从来没想过，这份疲惫的根源竟然是来自于你跟一根小小的香烟之间那场永无止境的内心战争。我再给你一个比喻，
这种精神内耗就像你家里有一个水龙头一直在漏水。白天周围很吵，工作的噪音，生活的喧嚣，你几乎听不见那滴答滴答的声音，但你知道它一再的漏。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当你躺在床上，全世界都安静下来的时候，那滴答滴答的声音就变得无比清晰，无比刺耳。滴答，你是不是该戒了？滴答，就抽最后一根吧。滴答，你真是个没用的人，连这点事都做不到。这不是一场洪水，它不会瞬间淹没你，但就是这持续不断的、微少的被你忽略的滴答声，在长达数年甚至10几年的时间里，足以慢慢的、无声的侵蚀掉你整个房子的地基，也就是你的自信和自我价值感。你在戒烟的路上也经历过这种无休止的内心挣扎吗？在留言区分享一个你曾经对自己说过的最经典的借口，让我看看我们是不是都一样。但你以为浪费精力让你疲惫，这就是最糟的吗？不，决策疲劳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慢慢的、彻底的腐蚀你的内心，它会导致一种我称之为潜意识的腐烂。什么意思？当你一次又一次的对自己承诺要戒烟，又一次又一次的打破这个承诺，你的潜意识就开始记录下这一切。它会得出一个结论：你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你是一个靠不住的人，连你自己都不能相信你自己。于是，这种不信任感会从戒烟这件事慢慢蔓延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好一个重要的专案，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你开始怀疑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你的人生从充满信心的主观题变成了一道你永远找不到正确答案的选择题，你变得犹豫不决、畏首畏尾，因为在你的潜意识深处，你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潜意识的腐烂，它比任何肺部的阴影都更可怕，因为它摧毁的是你的精神核心。然后，最讽刺、最残酷的恶性循环开始了。当你因为这种犹豫不决，因为这种对自己的不信任而感到巨大的压力、焦虑和不知所措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动选择那条它最熟悉、最简单、阻力最小的路来寻求解脱。那条路是什么？就是伸出手，在口袋里摸索那个熟悉的坚硬的烟盒，点燃时那嚓的一声，第一口吸进肺里的灼热感，仿佛在那一瞬间，所有的混乱、所有的自我怀疑、所有的压力都被暂时抚平了。你用抽烟来逃避无法决定戒烟所带来的痛苦，这条阻力最小的路，却恰恰是最具毁灭性的路。你越是抽，就越是痛恨自己无法决定；你越是痛恨自己，就越是需要靠抽烟来麻痹这种痛恨。你看，这是一个完美的无解的闭环。所以，我们该怎么办？靠意志力硬扛吗？去买一大堆零食，去健身房把自己练到虚脱？我试过，相信你也试过。结果呢？通常是在某个崩溃的深夜，加倍的抽回来。错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颠覆你过去所有认知的真相：戒烟成功的关键，从来不是比谁的意志力更强大。你需要打败的不是烟瘾，而是那个在你脑中喋喋不休、犹豫不决的自己。你不需要更多的意志力去打一场硬仗，你需要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和一种叫做果断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解药。变得果断，意味着你把所有的心智能量从要不要戒这个无效的辩论中彻底抽离出来，投入到如何执行这一个决定上面去。接下来，我要告诉你6个我亲身实践过，并且证明极其有效的系统性方法。它们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一套帮助你训练果断这块肌肉、彻底终结内心戏的实战手册。第1点，改变你的自我对话，一句话决定你是谁。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从今天起，停止对自己或对别人说“我正在努力戒烟”。这句话听起来很正面，但它在潜意识层面是一个陷阱，因为正在努力意味着这是一个持续的、充满挣扎的过程。
它暗示了失败的可能性。你在告诉你的大脑，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你需要换一句话，一句斩钉截铁的话。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或者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抽烟了。”就这5个字，我不抽烟了。这不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身份。它不是一个目标，它是一个事实。当你说我正在戒烟，别人递烟给你，你拒绝的时候会很挣扎，因为你还在战斗中。但当你的身份是一个不抽烟的人，别人递烟给你，你只会觉得奇怪。就像有人递一块生肉给一个素食者，他不会挣扎，他只会觉得谢谢，但我不吃这个。这就是身份的力量。我记得我下定决心的那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所有社群媒体的签名都改成了一个不再抽烟的设计师。这不仅是在宣告，更是在用一个新的身份锁定我未来的行为。你必须先在心里成为那个不抽烟的人，你的行为才会自然跟上。第2点，自动化你的日常。记住，混乱是烟瘾的温床，规律是戒烟的土壤。你听过贾伯斯为什么每天都穿一样的黑色高领衫和牛仔裤吗？不是因为他没品味，而是因为他知道一个人的决策力是有限的。他要把宝贵的决策力留给苹果公司的那些重大决定，而不是浪费在今天穿什么这种小事上。这个原则对戒烟的人来说重要100倍，因为你的决策力已经被到底要不要戒.exe 那个流氓软体消耗了大半。你剩下的那一点点心智能量，就是你用来对抗烟瘾复发的全部弹药。你绝不能把它们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生活尽可能的自动化。我当时是怎么做的？我给自己设定了极度无聊但极度有效的规律。每天早上7点起床，早餐永远是同一碗燕麦片配1颗鸡蛋。上班穿的衣服就在那3件一模一样的黑色 T 恤和2条牛仔裤里选。午餐我就在公司楼下那2家餐厅里选，绝不去探索新的。晚上11点准时关掉所有电子设备，上床睡觉。身边的朋友可能觉得我那段时间活得像个机器人，很无趣，但他们不知道我省下来的每一个微小的决策。今天早餐吃什么？这件衣服配哪条裤子？晚上要不要多看1集剧？省下来的这些心智能量，在下午4点，当烟瘾像猛兽一样扑过来的时候，就成了我手中最关键的救命子弹。在你戒烟的初期，尤其前3个月，不要追求生活的丰富多彩，追求简单甚至单调才是最高级的智慧。第3点，建立你的正面触发器，用新的好习惯覆盖旧的坏习惯。抽烟是一种由触发器引发的自动行为，比如吃完饭触发器想抽烟，开车时触发器想抽烟，感到压力时触发器想抽烟。光靠意志力去对抗这些根深蒂固的触发器是非常困难的。更聪明的方法是建立一套你自己的正面触发器和健康行为链，不要只是戒掉坏的，而是要建立好的。我给自己设计的行为链是这样的：每天早上起床，这是第1个触发器。第1件事不是摸手机，而是立刻喝下1大杯温水。喝完水，第2个触发器，立刻换上运动服，下楼去跑15分钟。跑完步，大汗淋漓的回到家，第3个触发器，立刻去冲个热水澡。洗完澡，神清气爽，第4个触发器，立刻坐到书桌前，开始处理今天最重要、最需要专注力的那件工作。你看，这一连串的设计，让我的大脑在起床后的1个小时内，根本没有空隙去想抽烟这件事。一个健康的习惯触发下一个健康的习惯。当我完成这一套流程后，我会获得巨大的成就感和掌控感。这种感觉比尼古丁带来的短暂快感要强大10000倍。找出你最容易抽烟的那些旧触发器，然后有意识地在它前面安插一个你自己的新触发器。比如每次吃完饭，不要马上坐着不动，立刻站起来去洗碗，或者去散步5分钟。用一个简单的行动切断那条通往香烟的旧路。第4点，简化你的选择。英文里有个词叫 KISS 原则 ，Keep it simple, stupid。在戒烟这件事上，应该是 Keep it simple in sobriety。在戒烟初期，你的生活越简单越好。这不仅仅是指前面说的自动化日常，更是指要主动削减你生活中的选择点。什么意思？
就是那段时间，尽量不要去做那些需要大量比较、权衡、决策的事情。比如，不要在那段时间决定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搬家，要不要开始一段新的恋情。这些重大的生活决策会极大地消耗你的心智能量，让你变得脆弱，更容易向烟瘾投降。甚至是一些小事，比如减少不必要的社交，那种一大堆人闹哄哄的饭局，尤其是那种需要喝酒的，在你还不稳定的时候，尽量先回避。那不是弱，那是战术。你是在保护你那点可怜的仅存的决策力。我当时甚至暂时卸载了手机上那些容易让人无限刷下去的购物 APP 和新闻 APP， 因为每一次点开都是无数个新的选择、新的资讯在冲击你的大脑，消耗你的能量。记住，戒烟初期，你的首要任务只有一个：不抽烟。所有与此无关的，会给你增加决策负担的事情，都可以，也应该暂时往后放。第5点，使用你的决策过滤器，这是一个能改变你一生的提问。当你变得果断，并不意味着你变成了一个鲁莽的人，恰恰相反，你拥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内在的决策标准。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决策过滤器，非常简单，就是一个问题。每当我面临一个选择，无论大小，从要不要吃宵夜到要不要接这个案子，我都会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话：这个选择是在支持未来的我，还是在背叛未来的我？那个未来的我是一个更健康、更自信、精力更充沛、能掌控自己人生的我。当你想在深夜点燃一根烟时，问自己，这个行为是在支持那个健康的我，还是在背叛他？答案不言而喻。当你挣扎要不要早起去运动时，问自己，这个行为是在支持那个精力充沛的我，还是在背叛他？这个问题就像一个指南针，它能瞬间切断你脑中那些乱七八糟的借口和辩论，让你直接看到选择的核心，它通往哪里？它会迫使你对未来的自己负责。这个过滤器我一直用到现在，它帮助我做的早就不只是戒烟了，它帮助我成为了一个更接近自己理想模样的人。第6点，也是最后一点，开始写日志，并且做预先规划。如果你不记录，你就无法管理。这句话在商业上是真理，在个人成长上更是。你需要一支笔和一个本子，开始做2件事。第一，记录，每天晚上花10分钟写下2件事。今天有哪些事情让你感觉精力耗竭，又有哪些事情让你感觉精力充沛？你会慢慢发现规律。也许你会发现，每次跟某个负能量的朋友聊完天，你都特别想抽烟，或者每次完成一项有挑战的工作，你都觉得充满力量。这个记录会让你成为自己最好的医生，你会清晰地看到什么在滋养你，什么在消耗你。第2，预先规划。英文里有句话 ，When you fail to plan, you plan to fail。当你没有为成功做计划时，你就是在计划失败。不要等到烟瘾来了再去想怎么应对，你必须提前1天为你的第2天做好规划，尤其是那些你知道的高风险的时刻。比如，你知道明天下午3点有个压力很大的会议，那是你过去的抽烟时间，那么你就要在计划里写下下午2点55。会议开始前，去茶水间给自己泡一杯薄荷茶，并与同事 A 聊一个轻松的话题。你看，你不是在硬扛，你是在用一个预先的、具体的、健康的计划去取代一个旧的、自动的、有害的习惯。这就是规划的力量，它让你从一个被动的反应者变成一个主动的设计者。你设计你的生活，而不是让烟瘾设计你。这6点：改变自我对话、自动化日常、建立正面触发器、简化选择、使用决策过滤器，以及日志与预先规划。它们的核心都是在做同一件事：减少你大脑里的噪音，把心智能量集中起来，让你变得果断。我记得我曾经辅导过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主朋友，他40多岁，事业有成，但就是戒不了烟。他家里有3个孩子，每天都像打仗一样。他觉得自己需要靠抽烟来获得片刻的安宁。他试过所有的方法，意志力比谁都强，但就是不行。有一次聊天我听他描述完他家里每天早上鸡飞狗跳的场景，我问了他一个他从没想过的问题。我说：“你事业这么成功，每年赚这么多钱，
你有没有想过花一点钱请个保姆，或者找个家事帮手来帮你处理一部分家务？他愣住了，他说他从来没想过，在他的观念里，家里的事就该自己做，他觉得花钱请人是浪费。我告诉他，你算一笔账，你花在犹豫要不要戒烟，戒烟失败后自我憎恨，以及因为精力不济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的隐性成本，可能远远超过你请一个帮手的费用。你不是在花钱，你是在购买你的心之能量和家庭和睦。他被我说服了，他真的去一个家政服务平台，请了一个钟点工，每周来家里3次，帮忙打扫、整理、做饭。1个月后，他打电话给我，语气里是难以置信的惊喜。他说：“志明，太神奇了！当家里的混乱减少了，当我不用再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烦心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不那么需要那根烟了。戒烟突然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完美地诠释了简化选择和为大脑减负这个核心思想。有时候解决问题的答案并不在问题本身，而在于它周围的环境。对于一个身处烟雾之中的人来说，这个答案往往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朋友，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戒烟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一场需要你每天去赢100次的永无休止的战斗，它是一个你只需要做1次的清晰而强大的决定。一旦你真正做出了这个决定，并且用我们今天聊的这些方法去捍卫这个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拿回来的远不只是健康的肺和每年省下的那点烟钱，你拿回来的是清醒的头脑，是充沛的精力，是重新掌控自己人生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自信和力量。果断就是这个混乱时代的超能力，它不仅还给你时间，更还给你清醒的头脑和完整的自己。这个超能力就摆在你面前，你离它只有一个决定的距离，唯一阻碍你的是你脑中的那场持续了太久的对话，是时候结束它了。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哪怕一丝丝的启发，请点个赞，让我知道这段分享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如果你想继续听我这个过来人说点真话，而不是那些空洞的大道理，请务必点击订阅，点个关注，我们下支影片见。